在这儿。将军，楚云哥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你一定要杀了他！丞相之女楚云歌心思歹毒，害死郑国将军的孩子，特判斩立决。穿越了，这原主也太倒霉了吧！给人接个生，还能被害个斩立决？50道。行刑！王爷，冤枉了！我没有杀人，杀人者另有其人。楚云哥，圣旨已下，皇命难违。你说你冤枉，谁能证明？我有证据能够证明。证据？请王爷给云哥一个机会，洗刷冤屈。若是云哥不能自证清白，甘愿株连九族。早闻楚家已经抛弃了他到时不做而不休，生怕连累不上整个楚家。事已至此，那本王给你这个机会。王爷，是云夫人，她欺上瞒下假怀孕，害怕被我揭穿，所以才嫁祸于我。简直是信口雌黄！楚云哥，你不仅害了我的孩儿，竟然还污蔑我不曾怀孕。难不成我这10月怀胎都是假的？可我有证据能够证明你不会怀孕。将军，当日我过府给云夫人诊断之后，发现她长期服用一种秘药，服用这种秘药的人会有喜脉之象。我枕边人10月怀胎，难道我会不清楚吗？枕边人又如何？没有听说过凶杀案，一般都是熟人作案吗？放肆！将军可能有所不知，有一味秘药叫做榆钱子，长期服用这种秘药的人，血液里会有一股淡淡的草香。想要验证云夫人是否服用这种秘药，只需划破她的手指，闻一闻她血液里的味道，便可得知。将军可能有所不知，有一味秘药叫做榆钱子，长期服用这种秘药的人，血液里会有一股淡淡的草香。想要验证云夫人是否服用这种秘药，只需划破她的手指，闻一闻她血液里的味道，便可得知。楚云哥，我刚刚才难产血崩不久，你竟然就想要我的血，你真是好歹毒的心呐！将军，小女说的可有错？将军，不是的，你听我说，一定是楚云哥，他给我接产的时候，在我身上动了手脚。云夫人要是觉得是我在接生的时候动了手脚，那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自证清白。将军，寻常百姓为了验明正身，一般会用滴血认亲的方法，想必那个婴儿的尸体还没有被处理掉吧？将军，寻常百姓为了验明正身，一般会用滴血认亲的方法，想必那个婴儿的尸体还没有被处理掉吧？可是婴儿已死，血液已经凝固，无法进行滴血认亲了。不过我楚云哥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验证此事，取骨认亲。真是胡说八道！我从未听过有什么取骨认亲。那是你孤陋寡闻，不信你问问王爷，他一定知道的。本王倒是知道这种方法。将军，我儿已死，楚云哥他还要侮辱他尸体，我也不活了。云夫人，你这般行事，难道是心虚了？九王爷，妾身不知何时得罪了九王爷，九王爷竟如此对待妾身。
取尸骨来。是，将军。将军，尸骨已取来。松开，楚云阁，证明给本将军看。麻烦了。将军，您瞧，这血不容啊！陈云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你我恩爱数载，难不成还不如一个外人的几句胡言乱语吗？本将军成亲10余年，好不容易云儿有了孕，要是楚云哥说的不是真的，那岂不是亏待了云儿？将军，这女子是否生产差别极大，你要是担心云哥污蔑的话，可以请宫中的嬷嬷来为云夫人验证一下。去宫里，请皇上派个嬷嬷过来。将军，嬷嬷到了，给她验身。带走。糟了！李将军不好了，于夫人遇刺了。啊！夫人，现在对着你们岂不是很危险？楚云哥，你害死了我夫人，我让你偿命！将军，息怒。将军，云哥可以验尸以证清白。死者一击毙命，伤口整齐，证明生前没有挣扎。面带微笑，证明生前正和凶手说笑。由此可见，凶手是死者的熟悉之人。你还会验尸？小姐可是21世纪鼎鼎有名的法医。凶手应该还没有走远，王爷可以搜查一点。根据死者伤口的位置可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去吧。说，为何要杀陈云儿？将军，属下冤枉啊！冤枉？那你袖口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自己的。你撒谎！你身上没有任何伤口，袖口上却沾满了血迹。另外，你们看，云夫人尸体旁边，凶手留下的脚印，是不是和他脚上的黑泥一模一样？就是凶手。说，是谁指使你干的？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敢戏弄本将军，本将军让你不得好死！这件事一定和楚如燕脱不了关系。楚云哥，王爷，今日你惹怒了镇西大将军，他对你起了杀心。九王爷，救我呀！我为何要救你？凭我能解王爷体内的毒。楚云哥，楚云哥，跟本王走。说，你怎么知道本王中毒的？云哥自小习对毒液颇有研究，王爷身上毒粉的味道，云哥一闻便知。云哥，多谢王爷明察秋毫，帮云哥洗刷冤屈，云哥定当报答。如何报答？在云哥能力范围之内，允诺王爷3件事，万死不辞。好，本王记下了。
至于王爷的毒，云阁3日之内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个逆女，为了苟活，竟然拿相府所有人的性命做担保！皇儿，你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我都没法替你求情。是啊，姐姐，你做出这般狠毒的事情，父亲他怎么可能原谅你？我狠毒？要不是你和云夫人一起陷害我能这么做吗？你怎么能陷害我呢？我诬陷你？那你说说，为什么在县城会有你的簪子？云哥，你要是喜欢玉儿的簪子，你就给母亲说嘛，我一定会让玉儿把簪子送给你。可你为什么要偷啊？姐姐，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我，但你也不能偷我的簪子来陷害我，你这是要妹妹的命啊！皇儿，你要是对母亲有什么不满，你就直接跟母亲说。你这样对玉儿，你是往母亲的胸口插刀啊！这簪子明明就是楚落雁落在云夫人的房间里的。你个贱人，没有想到你竟如此的狠毒！我没有污蔑她，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还敢狡辩？你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就不配做本相的女儿？父亲，纵然偏心，你也不该如此偏心吧？我也是你的女儿啊！够了！从今天起，你就待在你的院子，再也不许出来。父亲，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今日起，你就在你的院子里面，不许踏出院门半步。父亲，女儿是太医院的御医，如何能一直不出门？姐姐，你不用担心，爹爹已经上奏皇上撤销你的职位，由我来接替你的职位。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自己不检点，怪不了别人。你回去闭门思过，没有本相的命令，不许踏出院门一步。御医的职务是我自己靠本事得来的，凭什么要让给他楚落雁？你竟敢再三误你本相！来人呐，传家法，既然不听话，我就打到你听话为止。老爷，云哥是以整个相府为代价才活下来的，你这么一生气，再把他打出个好歹来，我们整个相府不是白白的跟着他提心吊胆吗？是啊，爹爹，姐姐的命是好不容易换回来的，您可不能打坏了呀。楚云哥，你的命可真金贵啊，居然需要我们整个相府来换。父亲，我说过了，我这是自救，不会搭上整个相府的。我今天不打死你！相爷，太子求见。太子，原主的未婚妻，这是来帮自己求情来了。太子殿下，您走。太子殿下今天来我们相府有何贵干呢？本太子今天是来退婚。太子殿下，你可想好了？我对这个太子没有好感，但原主却一心一意的喜欢他。若是真的被退婚了，原主一定很伤心。本太子早就想好。世子，这婚约……本太子这次来，是为了迎娶二小姐。这两年还是早就好着，只有原主是个傻子，居然一直没有发现。今日这一出，只怕是这些人早就算计好了。好啊，好啊！哎，楚云哥，快点把信物拿出来，还给太子殿下。楚云哥，这是父皇赐下的玉火，你竟敢随意它就掉在地上，你这是诛九族的死罪！来人呐，拖出去乱棍打死！父亲，您为了一块玉佩就要乱棍打死我，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活命，竟然拿整个相府的人性命开玩笑！现在又把玉瓷之物掉在地上，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灭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看清楚这些人的嘴脸，
这些就是你所谓的家人？拖下去，乱棍打死！住手！参见九皇叔，不知九皇叔来我相府有何贵干呢？本王府上有位贵人生病，特来请楚云哥前去治病。不曾想一到府上，就看见相爷大人正要发威打我的大夫。小女头，他是因为楚云哥将我父皇赐下的玉佩摔到了地上，我难道不能打吗？楚云哥是皇上钦定的太子妃，也是我国的御医，岂能是你们几个随意滥用私刑打杀的？本太子今天就过来跟他退婚的。他现在已经不是太子妃了，他为了不跟我退婚，把父皇御赐的玉佩故意摔到地下。王爷，那可是皇上的御赐之物，楚云哥他这么做是对皇上的大不敬，父亲也……楚云哥是皇上金口玉言钦定的太子妃，你要退婚，经过皇上的同意了吗？本太子的婚事，本太子说了，当然算。我楚云哥今日愿和太子殿下退婚，从此各自婚嫁，互不相干。楚云哥，你想清楚了吗？这样朝三暮四的渣男，谁稀罕？既如此，那就随本王回府上救人吧。是，王爷。你不是说能解本王的毒吗？现在开始吧。所以王爷找我来，不是要给贵人治病，是给王爷解毒的。王爷你也知道，你的毒已入6腑，命不久矣。所以呢？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解毒。你敢耍本王？我有一法，可以让王爷多活2年，但是需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我可以将王爷的毒逼到下肢，可保王爷性命无忧2年。2年，足够，开始吧。王爷，施针过程不能中断，否则将气血逆行，毒发而亡。你准备好了吗？放心，本王的王府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那把尸体里的钥匙怎么会在林九霄身上？楚云哥，救人要紧！林九霄，林九霄，你怎么样？林九霄！不好，毒发了！大胆楚云哥，竟敢谋害九皇叔！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放开我！我不是要害王爷，我是要救王爷。你是当本太子是傻的吗？救人要举着个匕首救。放开我！再不放开我就来不及了！楚云哥谋害九皇叔，证据确凿，论罪当诛。此女顽抗，拒不受捕，不得不将其就地格杀。放开我！再不放开我就来不及了！楚云哥谋害九皇叔，证据确凿，论罪当诛。此女顽抗，拒不受捕，不得不将其就地格杀。九霄，林九霄，
云歌，你敢伤本太子，找死！刚刚是哪只手伤的本太子？是这只？要不我们就先把这只手给废了。老子今天不废了你的手！住手！太子，你好大的威风啊！九皇叔，只不过这里是九王府，你的威风是不是耍错地方了？林九霄，你怎么样了？没事。九皇叔，刚刚只是看他想要杀你，所以情急之下才动了怒。子洛，你当本王眼瞎吗？九皇叔，你就看在侄儿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的份上，就再原谅一次侄儿吧。你祈求原谅的不应该是我，而是楚云歌。我跟他道歉。怎么，刚才你那样对他，难道不应该道歉吗？楚姑娘，刚刚是本太子做的不对，现在本太子给你道个歉。太子殿下的道歉，臣女可不敢当。太子殿下，听闻你方才如获一珍宝，不如就送给楚小姐，当做歉礼吧。太子殿下的珍宝我不想要。听说太子殿下收藏了一株天雪草，我想要天雪草。太子，今日之事，本王便不与你计较。要是你再敢在本王府上闹事，我亲自把你丢出去。谢九皇叔。林九霄，你怎么样了？银丝草，终于找到你了。林九霄，你怎么来了？这不会是中了春药吧？是我呀，云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原本你的毒，我用银针就可以逼他到腿上，但是中途被打断了。毒又回到了五脏六腑，如今更是难以解毒，所以我就只能出来采草药以毒攻毒了。不过刚刚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中了媚药？每次本王毒发的时候，就会吃这个药，身上就会好很多。昨晚暗卫看你迟迟未归，就给我吃了这个药。可是我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来了。你刚刚说的是媚霜？对。又如其名，这个世界上最狠的媚药。这种以毒攻毒的方还真是特别。哦，对了，你刚才说你要采毒药。哦，对了，就是这个银丝草，它搭配上太子殿下的天雪草，可以解你身体上的毒。所以，你从昨晚开始就想着如何给本王解毒？对啊，太子殿下他打断了你解毒的机会，当然要赔给你了。也就是说，本王有这两种药，就可以彻底解毒了。还需要天然草和生叶子。好，本王这就派人去找。我就算是有了这两种药，还只能将你的毒逼到腿上。王爷，你放心，云哥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彻底解毒的。王爷，
王爷，糟了，都控制不住了，天血草还没有送到，毒暂时也逼不出来。林九霄，没霜的。再吃我就控制不住了。什么控制不住了？媚瑶，你说什么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就控制不住吧。没霜的。可这里只有你。不是吧，早知道就不救了。但是我到现在的钥匙还在他那里。算了，帅哥也不亏，还是回家要紧。我愿意，药在哪？在我衣服里。为了给本王解毒，竟做到如此地步。楚云哥呀，楚云哥，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必须要尽快想出给林九霄解毒的办法，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和他谈钥匙的事。你终于舍得回家了呀？楚洛燕，我的事与你无关。你上代归宗，却3天3夜夜不归宿，真是把我们丞相府的脸都丢尽了。二妹妹，你这身子怕是有3个月了吧？你信口雌黄！这件事是真是假，只需要找个大夫来，自然就能见分晓。只是不知二妹妹，你敢不敢验？闭嘴！殿下，你放心，洛言，本太子在。云哥，我自认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败坏你二妹妹的名声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若从来没做过，又怎么会害怕呢？楚云哥竟敢污蔑本太子的未婚妻！来人，把他给我乱棍打死！我看谁敢动我的人！九王爷，他是你的人。怎么，不行吗？行。太子殿下，刚才听说你要将我的人乱棍打死。没有，九皇叔，那是他先污蔑我的未婚妻的。怎么，我的未婚妻不能侮辱你的未婚妻吗？什么？未婚妻？哦，对了，本王今天来就是来下聘礼。来人！云哥，本王找人算过了，下月初2是个好日子，到时候本王一定8抬大轿，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洞房花烛，真是偷钥匙的最好机会。那臣女就等着王爷的花轿了。王爷，怎么？王爷怕我在酒里下毒吗？哼，本王浑身剧毒，最不怕的就是毒。云哥，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不要再等了。那臣妾给王爷宽衣。说吧，这次要帮你杀谁？楚云哥，楚洛言，
主子说让我配合你，你竟然报私仇，你是把我当成你的杀手了吗？不是的，我是为了主子才要杀他的。哦，楚云哥似乎能解九王爷的毒。你在酒里下了什么？王爷放心，臣妾不是想要你的命，而是想要这把钥匙。你找死！你不是不能动吗？本王能不能动，要让王妃亲自体会一下。流氓！洞房花烛夜，本王要是不能动的话，王妃会满意吗？满意，当然满意。或者王妃动，让本王满意，可好？当然不好。你对本王做了什么？也没什么，我就是看王爷平时也不爱笑，想让你多笑笑。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你要做什么？王爷，这把钥匙对我很重要，对不起。毒发了，楚云哥跟你没关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呦，楚云哥，你真是太善良了。这世上因为冲破笑穴而把自己搞死的，怕是只有你一个了。你叫本王什么？酒疯子！你不想死就老实待着。酒疯子！上次让你找的草药找到了吗？这骤然毒发，怕是整梦没霜了。你现在这样能控制住自己吗？大概是控制不了。你个酒疯子，又想占我便宜！本王不用媚霜，大不了本王，大不了就死了呗。媚霜在哪？哪儿？这个酒王八真不是个东西。又在背后骂本王什么呢？不敢，王爷，您一定是听错了。说吧，你要这个钥匙干嘛？王爷，您看我们洞房花烛、新婚燕尔，现在说这些，是不是画风有点不太对啊？你不是说本王是疯子吗？疯子怎么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衡量？疯子，我刚救了你，就这么对我？我诅咒你一直是疯子。怎么，嘴上不骂，改心里骂了？不敢，王爷明鉴，臣妾怎么敢呢？到底干嘛的？王爷，这个钥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您就看在臣妾多次舍身救您的份上，就把它……所以，如果这个钥匙还在本王手里，你就离不开王府，对吧？酒王八！看来，本王要好好保管这个钥匙了。哼，能偷到一次，就能偷到第二次。楚云哥，你就乖乖留在王府给本王治病。哼，你这个酒王八，明知道我想要钥匙还看得那么紧，下次再毒发，我保证不救你。哼，酒王八，竟然还跟踪我，看我要你好看！哼，好你个酒王八，还想跟踪我！哼！
楚云哥，等你成了破烂货之后，我倒要看看九王爷还愿不愿意娶你。你是谁？为什么跟踪我？哼，跟踪？你们绑架我是想要钱吗？我现在虽然是王妃，但是九皇叔根本不待见我。你们绑架我是要不到钱的。闭嘴！给我打！我从小带到大的钥匙，怎么会对楚云哥这么重要？他要是治好了我的毒，我要不要把钥匙送给他呢？王爷，王爷，王妃不见了！废物！给我打！幸好最近提取了硫酸，先把绳子腐蚀掉。冷静，机会只有一个。是谁叫你来害我的？你自己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吗？楚落雁，别过来！看你还能撑多久？背后还有一个人，要怎么办？住手！谁让你四处乱跑的？本王允许你出门了吗？对不起。是我来晚了。钥匙，钥匙！都成这样了，还想着钥匙？钥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九王八，你把钥匙还给我，把钥匙给我，给我！哼，九王八，做梦还要骂本王吗？看来本王平时对你太好了。九王爷，求求你，把钥匙还给我，我要回家，我想回家，把钥匙还给我，把钥匙还给我。回家？回楚家？不对呀，本王的钥匙应该和楚家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楚云哥是被别人威胁，要拿到钥匙才能回去？楚云哥，你究竟是什么人？九王爷，你昏迷这几天，可是一直喊我九王八来着？没有没有，九王爷，我对您的敬仰之心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对您的敬畏之心更是比天高比海还深。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的，这样的您，我怎么可能叫你九王八呢？是吗？不然我就对天发誓，如果我说错话的话，就让我3天吃不到饭，就让我……誓不能乱发，万一应验了，你承受得住吗？老天爷，您知道的，是为了保命，所以千万不要让我吃不了饭。昏迷6天了，饿了吧？来人！果然，人是铁，饭是钢，3天不吃饿得慌。哎，刚才是谁说自己3天没饭吃了？要不然咱们从这一天开始算。九王爷，你大人有大量嘛，就不要跟小的一般见识了。刚刚我说的话，你就当是个屁，放了就好了。粗俗，吃吧。哎，不能吃这个。王爷，吃点清淡的。
好吧。对了，王爷，绑架我的那个女人，你有没有看到是谁啊？没有。本王赶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你遍体鳞伤的倒在那里。一心只想救你，没有注意观察周围有什么人。我本来以为是楚落雁派来的杀手，但是他能够在你面前消失，想必他的武功也是深不可测。楚落雁一个深闺女子，应该找不到这样的人。那除了楚落雁，你还得罪过什么人？没有。那些人会不会是因为钥匙而来？钥匙这个事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呢？肯定不会是的。这个酒王不会知道什么？本王醉。皇后娘娘前2天给了我一张中秋宫宴的帖子，王爷要不要去啊？看一群女人争斗的宫宴有什么好去的？皇后娘娘前几年从来就没有给我发过帖子，今年她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让我去的。皇后那个女人不安好心，要不然你也别去了。那我不去岂不是怕了他们？好，我陪你去。吃吧。太子殿下，落雁也是为了给您分忧。落雁知道错了，求太子殿下给落雁一个赎罪的机。楚落雁，你是不是觉得怀了本太子的种，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告诉你，楚落雁，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本太子就摘了你的脑袋。中秋节快到了，我让你准备的事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哎，刚刚是不是吓到你了？如果到时候呢，你能力压群宴的话，太子妃的位置肯定是你的。皇上、皇后娘娘驾到！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都免礼吧，今日宫宴，大家不必拘礼。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哎，这不是九王妃吗？怎么，皇叔没有和你一起来吗？阿宁，休得胡说。母后，安儿哪里说的不对吗？你父皇未曾赐婚，你九皇叔哪来的九王妃？怎么，本王的婚事什么时候轮得到别人指挥了？皇嫂，你是对本王的婚事有意见吗？大胆！九叔，母后的意思是父皇还没有下旨，所以就算你把楚姐姐娶回家，也不能算是明媒正娶，所以楚姐姐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九王妃。本王说她是九王妃，她就是九王妃。这世人都说您对九王妃特别好，本来安儿是不信的，可现在看，安儿还真有点相信了。九王爷，别让他靠近你。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那可是九皇叔的亲侄女，你这样说可真是太乱来了。王妃娘娘，你这是吃醋了？安妮是那天绑架我的女人，本王现在就去撕了她。王爷别着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好，听你的。皇叔，王妃娘娘虽然说已经是你的王妃了，但是大庭广众你们如此亲密，怕是与理不合吧？公主，本王刚才已经说了，她现在是本王的王妃，你还叫她姐姐？难道你想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下本王的面子吗？
安宁一时没有适应，望王妃娘娘不要怪罪。但是王妃娘娘，本公主刚刚说的话是真心在为您考虑啊。安宁公主请恕罪，本王妃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宫宴，一时失态，让公主见笑了。王妃娘娘，本公主知道皇叔呢样样出众，你好不容易入了他的眼，难免会有一些忘乎所以。但是本公主想要告诉你，这自古以来呀，男人三妻四妾是自然。你刚刚那么做，可是太有失自己的身份了。我楚云歌要嫁的男人，不能三妻四妾，必须一生一世一双人。九王八，快点把钥匙给我吧，我好回到21世纪，去一生一世一双人去。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你的那个家里就是这样的地方吗？王妃娘娘，你是在做梦吗？那可是九皇叔，他怎么可能一辈子只娶你一个？楚云歌向来……本王愿意与楚云歌一生一世一双人。九叔，你怎么能为这样的女人说出那样的话？云歌现在是本王的王妃，轮得着你一个公主议论吗？九叔，云歌本是本太子的未婚妻，您这样怎么？公主不能议论，你一个太子就可以吗？哎，九弟，你这样跟晚辈们说话，未免有失身份了吧？皇兄，此言差矣，是他们不知轻重的议论自己的皇上。云歌是我放在心尖上的人，他们如此放肆，本王只不过是稍加教训而已。此话何意啊？如果有人如此议论皇嫂，皇兄会不会对此人稍加教训呢？九叔，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拿一个您未来的妃子和我的母后相比，难不成您觉得您可以跟我的父皇相提并论吗？九王八，你自己找死，可别拉上我呀！又在诽谤本王什么？皇叔，您这不说话是算默认了吗？本王自然没有这个意思，本王只是就事论事。况且皇嫂向来大度，是不会计较的，对吧？九弟所言甚是，今日中秋佳节，切不可为了这些琐事而耽误宴会才是。皇后所言极是。既如此，那开宴吧。是，皇后娘娘。听闻楚相家有一女，名唤落雁，生有沉鱼落雁之姿，还无有一曲仙姿，不知本宫今日可否欣赏一二呢？小女愿献舞一曲，希望皇后娘娘喜欢。王爷，安宁公主会舞吗？会。一个公主为什么会舞啊？她小的时候出城遇到过一个大师，聊得很投缘，所以就和那个大师拜师了。但据本王了解，她学的都是花架子，没有实际功夫。那有没有可能是装的呢？如果那天绑架你的真是她，那她一定是装的。不应该啊，她隐藏武功多年，为什么为了绑架我而露出破绽呀？都说异母同胞，妹妹跳得如此出色，想必姐姐应该也差不多吧。我家大姐姐从小习的是医术和舞作的本事，对这些琴棋书画都不感兴趣的。皇后娘娘就不要为难她了。楚落叶，你再三与我难堪，我若不回脸给你，怎对得起你的一番心思？多谢二妹妹关心，不过姐姐我今日有些忌痒，就献丑给大家抚琴一曲，还请二妹妹为我伴舞。好，哼，我倒要看看你出丑的样子。那就多谢二妹妹了。楚落叶，
你暗劫珠胎之事，本已被楚家和太子的人压下去，我本欲不再提此事。楚洛言，既然你不知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哎呀，二妹妹，你这是怎么了？快传太医！快传太医！传太医好，传太医正好把你们的丑事公布于众。张太医，他怎么了？落叶小姐，她这是怎么了？您快说呀！别支支吾吾的，小心本太子治你的罪。落叶小姐，她这是滑胎之下。来人，赶紧送楚洛燕回丞相府。太子，今日是中秋佳节，你不在此陪父皇母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儿臣。太子殿下，你一定要救救臣女。楚小姐，放心，本太子一定帮你报仇。太子殿下，我们不是说……楚小姐慎言，今日这么重要的场合，可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皇家果然无情，孩子能不能保得住还另说，这就准备放弃楚洛燕了。云哥，害你的楚洛燕已经得到了惩罚，你可以安心了。想什么呢？这样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我一定不能再待下去，要早点想办法回去。想什么呢？啊，王爷，如果我能帮你把毒给解了，王爷能不能发发慈悲，把钥匙给我呀？云哥保证，我拿到钥匙就离开，绝对不会伤害王爷你的。钥匙是能送你回家吧？说话。真不孝，以后不能再陪在你们身边了。阿宁，快来人呐！快点救人呐！快救人！安宁，安宁，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呀，皇上？安宁儿，安宁。王妃，你这样投怀送抱，本王可就坐怀而乱了。还是个心善的美人呢，要杀自己的人，你都要去救啊！医者仁心，说白了还不是心软。王爷不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吗？啊？楚洛燕要害我，安宁就出来绑架我。我们刚刚查出端倪，安宁就死了。可安宁，她是自己要自杀的，我们管不了。安宁公主不是自杀的，可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她是自愿跳下水的。安宁公主跳水前说的那句话，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什么叫不是她的声音？我那天被安宁公主绑架之后，我的头上一直套着麻袋，到最后我的意识也不太清醒。但是脑海中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她的声音。刚才在宴会上，你就听出来安宁是绑架你的那个人。对，所以我敢肯定，那声音绝对不是安宁公主的。也就是说，那还有别人。对。如果那句话是别人模仿安宁说的，那极有可能安宁是被别人推下去的。对，这是有预谋的谋杀。凶手在将安宁公主推下水之前，
模仿他的声音，再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可是从我们这边看去，那边一览无余。凶手又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模仿他的声音，然后再把安宁公主推下水的？如果安宁公主是非自愿死的，那她一定会挣扎。虽然安宁公主学的是花拳绣腿，但是在这种时刻，她绝对不会乖乖跳下水的。是，疑点确实很多，但是我绝对能肯定，那声音绝对不是安宁公主的。那这事儿就怪了。还有更怪的呢。是吗？我当时看安宁公主的嘴型，我敢确定，她说的就是父皇母后，儿臣不孝，我以后不能再陪在你们身边了。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啊？因为我以前学过唇语。哎呀，反正我就是肯定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安宁心甘情愿地跳下水，还心甘情愿地说出这句话呢？有没有可能是药物控制？有这种可能，不过想要验证，就必须要验尸。那只能在暗中进行。为什么？一来，安宁是公主，不可能让人随随便便碰的；第二，这种皇家密室，你觉得皇上会让你查吗？那如果有人破坏了案发现场，或者对死者动了手脚，该怎么办？放心，我会暗中派人观察，如果有人想动手脚，正好抓个现行。那什么时候能验尸啊？今晚。好，那我今晚等你。王妃，你是在约本王今晚约会吗？不正经。哎，我约我的王妃，有什么不正经啊？你外面的人不会发现我们吧？有本王在，放1万个心。安宁公主的手蜷曲，口鼻有水沫流出，腹部隆起，证明是溺水而亡。指甲和面部的颜色正常，表面无明显的中毒现象。云哥，这下可以证明公主确实是溺死的，你可以放心了吧？王爷，我想解剖。云哥，安宁毕竟是公主，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果不解剖的话，安宁公主就没有办法断定是不是受药物控制，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清楚。你坚持吗？我在干什么？我明明只需要回家。罢了，九王八对我有救命之恩，治好了他的毒再走，就当是两不相欠。王爷，如果安宁是冲着我来的话，我可以不管，但是我总感觉安宁的背后有一双无形的双手在推动整件事的发生。而且，我感觉这件事和王爷的毒有关，所以他的死，我们必须弄清楚。好，那本王陪着你。腹部有明显积水，可以进一步证明死者是溺水而亡。除了腹部，其他内脏完好无损，可以证明死者不是中毒身亡，也说明他没有受到药物的控制。如果他不是受药物控制，那么胁迫自杀。
那个女人的胸绝对是平的，和安宁公主的胸距很大，怕是有地。宴会上那个女人的胸也是平的。云哥，这些衣服虽然好看，但毕竟是死人穿过的。你若喜欢，我把整个京城的衣服都给你买下来。云哥，王爷，我好像知道。云哥，你这样投怀送抱，本王可就却之不恭了。哼！哎，云哥，你每次都只管点火不管熄火，本王哪受得了？流氓！哎，这里是皇宫，你自己出得去吗？我傻丫头，手给我。快放我下来！是有人假扮安宁啊！我在宴会上听到安宁公主的声音，第一反应就是安宁就是绑架我的凶手，但是宴会上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安宁。你的意思是自杀的那个安宁才是真的安宁？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听到安宁公主落水之前的声音和凶手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可是本王跟安宁公主认识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发现宴会上的是假安宁，你是怎么发现的？衣服？仅凭一件衣服，你是怎么分辨宴会上的安宁是凶手假扮的，而跳舞自杀的却是真的安宁啊？哎呀什么？说啊！就是胸部。什么部？胸部了。胸部。那你是怎么发现的？你看啊，我那天和黑衣人交手，发现他的那里很小，但是看安宁的衣服和他的尸体那里却很大，包括那天宴会上的安宁和黑衣人的是一样的。可是什么？可是两个长相截然不同的人是怎么成功骗过我们所有人的？难道双胞胎吗？未必，也有可能是易容术。易容术是一种巫术，确实可以能让两个人的相貌长得一模一样。易容术？原来易容术真的存在，我还以为是封建伪科学呢。可是自杀的真的是安宁，那安宁为什么要自杀呀？暴露的棋子，自然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自然只有死路一条。等等，你是说安宁知道有人在假扮她？当然，要不然安宁是一个公主，能让人随随便便就假扮吗？那绑架我的人为什么要易容成安宁的样子，出现在宴会上？为什么呀？王爷。哦，本王在。我不是在喊你，我是说假安宁的目标是你，他是想引发你体内的毒。你早就知道了？从你说宴会上的安宁是凶手假扮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你的意思是说假安宁是你毒发的引子？是。也就是说，之前你的毒用媚霜压下之后，安宁都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对。那王爷，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是在关心本王吗？我才没有呢，我只是……
你是不是爱上本王了？我哎，我说你是王爷，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治好你体内的毒。你跟我说一下，每次见到安宁之后，大概多久会毒发？你还是不愿意相信。不过没关系，本王会让你彻底相信本王。王爷，每次见到安宁，大概10天左右就会毒发。10天。我必须要在10天之内找到解毒的方法。王爷，你仔细回想一下，在宴会上，贾安宁的身上有没有一种特殊的香气？一般能引起你体内毒发的都是特殊的香气。安宁身上确实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香气，淡淡的，有点香甜，但具体是什么，我就真的不知道了。那就必须要找到假的安宁，才能知道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个人并不难找，他必须和安宁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于对安宁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且安宁从小就生活在宫中，那么这个人也必然生活在宫中。那宫中和他身形相似又十分密切的人，这应该不难找。德妃。德妃。那天的宫宴，德妃并没有参加，而且德妃的身形刚好和安宁相似，关系也较好，并且她的胸部不大。只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德妃的话，那背后的势力就不容小觑了。想要本王死的人，势力当然会很大。你突然冒出来跟本王解毒，已经阻碍了他们的路。他们上次绑架你，说明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怕不怕？我楚云哥既然答应了要给王爷解毒，就不会失信于王爷。楚云哥，你可千万不要让本王失望。想知真相，来上次被绑架的地方，独自相见。德妃，看来我们是猜对了。只是他为何要突然邀我相见？因为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他们开始慌了。既如此，我楚云哥就去会会这个德妃。他独自与你相见，定是来者不善。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呢？我有说过要一个人去吗？这丫头。怎么还没开始见面就已经害怕了？果然是你，你果然猜到了。你不是已经确定了吗？不然何必约我前来？他们说你能猜到我，还不相信，看来是我小瞧了你。他们是谁？想套我话，觉得我有那么傻？你要是不傻，会乖乖做别人的棋子吗？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楚云哥，你还真是大言不惭。你给我机会，是谁给你的底气？是九王爷吗？你是觉得我身后的势力怕了九王爷？我还是很好奇，到底是怎么猜到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至少要让我知道你死得冤不冤。你要干什么？放松，我不会对你动手。你觉得我会信你？我们之前交过手，你也知道，我要想弄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是，我们是交过手，不过现在我还好好的活着，那就证明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死。
那次要不是林九霄及时赶到，你还有命站在这里。那谁又能保证今天他不会来呢？你今天不是独自前来，你应该知道的，我不可能一个人来的，我又不会武功，万一有去无回，岂不是麻烦了？哼，不愧是他林九霄看中的丫头，也算是有勇有谋了。能害了他这么久，又不让他知道的，你也不赖了。多谢夸奖，不过比起我，还是差了点，不然怎么这么快就被我发现了呀？楚云哥，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交易？你手里是有我感兴趣的东西吗？林九霄的毒，你可感兴趣啊？怎么？你愿意告诉我解药吗？说不定我心情好呢，就告诉你。你觉得我是傻子吗？你是不傻，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就不怕我？楚云哥，我猜你还不敢动我吧？毕竟我可是林九霄的解药。别生气嘛，来，你过来，过来，我就告诉你，他身上的毒到底怎么解。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相信我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我劝你最好快点做决定，毕竟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出来的时候，皇上还睡着，这一会儿皇上醒了，没有看到我。皇上在你那里，你竟还约我出来？哦，忘了告诉你了，我出来的时候跟丫鬟说了，若是今夜我未归，就让他告诉皇上，我是你楚云哥约出来的。你好了，别犹豫了，过来，全部都告诉你。我爷就在后面，我就算过去，他也伤害不了我，还不如过去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上当了，再也没有人斗得过他了。楚云哥，你为什么要杀我？我？德妃娘娘，德妃娘娘，太子殿下，是楚云哥要杀我，告诉皇上，为我报仇。德妃，德妃娘娘，来人！是。楚云哥，你谋害皇妃，把他押入大牢，择日处斩。本王看谁敢！王爷，没事吧？九皇叔，您这是何意啊？本王的王妃没有杀人。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他把匕首插在了皇妃的身上，你竟然说你没看到？太子殿下，德妃娘娘不是我杀的。你还敢狡辩？你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是德妃娘娘自己握着我的手刺向她的。笑话！你说她自己把匕首插在了自己的身上，可是她刚才临死前告诉我是你杀了她，还叫我让父王给她报仇。她为什么要自杀来陷害你？你算什么东西？他就是个疯子，他诬陷我。楚云哥，你要是想给自己脱罪的话，能不能找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不然你当本太子还有他们都是傻的吗？我怎么了？没话说了是吗？来人，动手！谁敢？就说你一再包庇凶犯，是要置我大凌的法律于不顾吗？太子，你别冤枉好人。本王亲眼所见，正如本王的王妃所说，德妃是自杀的。您这是要做伪证了？伪证？本王句句属实。如若本太子今天非要将他带走呢？你试试。就说
君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他区区一个楚云歌，杀了人还想脱罪，更何况他杀的是德妃娘娘。本王说了，他没有杀人。就说人证物证都在，您还要跟侄儿争辩吗？本王也是人证，本王可以证明。好，既然如此，让我们一起回宫，请父皇定夺。楚云阁，拿命来！皇上，你要杀云歌，先从陈帝的尸体上跨过去。你，九弟，让开！皇上，九弟，平日里你做什么，皇兄我都能容忍，但今日之事涉及到朕的德妃，朕绝不姑息。皇上，此事也涉及到陈帝的王妃，陈帝护她之心，犹如皇上护德妃之心一样，所以陈帝定会护其周全。九王八为什么要护着我？原来有人护着爱着，是这种感觉，真好。这么说，今日之事是不能善了了。能不能善了，全凭皇上一念之间。你，陛下，请你给云歌3天时间，如果3天之内云歌不能自证清白，臣女任凭陛下处置。云歌，皇上，云歌知道你也不想德妃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云歌也不希望王爷为了我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恳请陛下给云歌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好，楚云阁，看在九弟的面上，朕就给你3天时间。陛下英明，只是皇上，臣女还有一个请求，请皇上应允。说。臣女希望这3天内，臣女可以自由出入皇宫，调查此事。案发在宫外，为何要自由出入皇宫？因是德妃娘娘是宫中之人，怕是此案涉及安宁公主，所以臣女需要入宫调查。好，朕答应你，在3日之内，若不能查明真相，朕亲自送你上西天。谢皇上隆恩。皇上，查案断案，想要追求真相，必须验尸，还请皇上允肯。大胆！德妃是朕的爱妃，朕绝不允许那些肮脏的龌龊去动她的事。仵作，让活者沉冤得雪，让死者得以安息，这是一种救人的本事，非但不肮脏，而且还神圣不可侵犯。朕不管仵作的职业神圣不神圣，德妃的事情绝对不能。皇上，如果不能验尸，云歌就不能自证清白，那臣帝不会允许任何人抓他。饮酒消你。陛下，逝者已逝，我们活着的人最重要的是找到真相，而不是保留什么体面。是德妃呀，是朕的德妃呀。皇上，如果你不允许验尸，那我们的3日之约就作废。你是要气死朕啊？皇上，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心爱之人而已。况且，臣弟亲眼所见，人不是云歌所杀，所以他根本没必要自证清白。林九霄，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国家的法度去作伪证，你九王爷的名声你都不……陛下，云歌保证，验尸之后会将尸体缝合回原样，绝对会尊重德妃娘娘的在天之灵。好，事已至此，朕就允许你楚云阁去给德妃验尸，但只有3天时间，3日之后不能自证清白，只有死为止。谢陛下。楚云哥，你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什么3天不3天的，本王说过，
定会护你周全。王爷是在担心我吗？本王只是怕你死了，没人跟本王解毒。王爷放心，云哥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对，本王就是在担心你。云哥，你知道吗？就在刚刚，本王第一次在皇上的面前失了分寸，让他留下了把柄。可，王爷你……虽说本王确实看到了德妃是陷害你，但是皇上说的对，本王跟你做的这些证，在别人看来就是伪证，这很有可能让本王失去民心，还有那些站在本王身后的大臣反水。民心、臣子，这些都是本王在朝堂上屹立不倒的原因。失去的这些，本王就倒了。皇上可以随时杀了我。可王爷为什么还是开了口？因为本王有了更害怕失去的东西。更怕失去的东西？民心、臣子，甚至说是我自己的生命。但我现在，我更害怕失去你。只要一想到我可能会失去你，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一样，根本无法呼吸。我害怕看不到你的笑容，害怕听不到你的声音，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害怕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你。本王曾无数次的在生死里面徘徊挣扎，但我从未害怕过。但本王没保护好你，我真的很自责。所以你别再鲁莽了，好不好？堂堂九王爷，居然为了一个女子失了分寸，你还真是个酒疯子。你这女子，懂不懂什么是浪漫？我当然懂了，但是我想要的浪漫，不是依靠橡树的菟丝花，而是能和橡树一起并肩作战的橡树。而且，就算我不承诺3天能够自证清白，又怎么对得起你的维护呢？难道王爷不相信云哥可以自证清白吗？万一我不能自证清白，你再维护我也不迟啊。你这傻丫头。不过我相信，这万一是不会发生的。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好好保护好你的。王爷，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我，你还会像现在这样保护我吗？无论你是谁，我都会爱着你。王爷，我其实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是关于钥匙的。你拿着，给我好好保管。王爷，你知道这钥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可以回家了。对，而且是那种一回去就再也回不来的家。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离家很远，非常远，我一回去就再也见不到你。我懂。万一我拿着钥匙跑了呢？我愿意给你选择的自由。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想回家，你非但不会阻止，还会帮我？对，我会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回去，我也会祝福你。你果然是个疯子。为了你，我情愿做个疯子。你
可是九王爷啊，你的高冷人设呢？怎么说崩就崩了？怎么转头就变成深情人设了？说什么呢？是我的家乡话，意思是你变了。哦，那你喜欢本王这个变化吗？喜欢，当然喜欢了。那不要离开本王，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怎么，听不懂吗？我是说，我爱你，我愿意一辈子留在你身边。何其幸运，在另一个世界能遇到一个如此知我、懂我、怜我、爱我的人，而这个人也恰巧是自己喜欢的人。至于这把钥匙，就把它当做我和九疯子的定情信物吧。废物，一群废物！你装什么可怜啊？是不是以为肚子里面有个种，本太子就不敢动你？落雁不敢。你除了会惯本太子的好事，你还会干什么？啊？明天进宫一趟，给他们报个信，让他们赶紧把那个事情给我处理好了，别留下什么把柄。是。如果楚云哥那个女人发现了尸体上有什么东西，你们全都得陪葬。是，殿下。九王八，你说德妃为什么绕了这么大一圈来针对我呀？因为你阻了他们的路啊，定是要除你而后快啊。他们的路？你想要救本王，他们想要毒死本王，这不是阻了他们的路是什么？可是除掉我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一定要牺牲德妃啊？如果直接杀掉你，有本王在，怕是没那么好得手吧？德妃已经暴露了，像她这样的棋子，一旦暴露了，就只有死。既然都要死，为什么不死的有一点意义呢？他们想要借皇上的手杀了我，这样就没有人替你解毒了。云哥，终究是我害了你。如果你不是我的王妃，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危险了。我也想把你推开，可我舍不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许你这么说，也不许你这么想。我们俩之间不存在谁连累谁。云哥，今生今世，我定不负你。对了，王爷，我今天和德妃相处了那么久，差不多知道了你说的那种香气是什么草药了。是什么？叶灵草。本王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草药啊。古籍上说，这种草药一般生长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好，本王这就派人去寻一寻。那我之前说的那2种草药，我也找到了吗？差一种。不应该啊，这2种草药虽然罕见，但是不难寻。想必是有人提前搞了破坏。看来是有人想让本王这辈子都解不了毒啊。那也要看看本王妃同不同意。那王妃，你的意思是？这样吧，我再换2种草药，你让人悄悄去找，
还是王妃有办法。楚云歌，你这个逆女，你竟然杀害了德妃娘娘，你想害死我们整个相府吗？楚怀，谁允许你在我九王府对本王的王妃无礼？云哥，母亲知道你一直爱慕太子，太子退婚你很生气，可你也不能把气撒到你妹妹身上呀！你把她害成这样，你可让她以后可怎么活呀？我害楚落雁，我怎么害她了？云哥，你想嫁给太子，你告诉母亲呀，母亲可以替你去给太子说呀。云哥放着我这么好的夫婿不嫁，为什么嫁给太子那个蠢货？王爷，云哥跟太子之前可是有婚约的。之前云哥眼瞎看错了，行不行？云哥，父亲母亲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呀？母亲说这话，云哥可就听不懂。你现在是杀害德妃娘娘的凶手，我们整个相府都被人指指点点。你杀害了德妃，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是什么？谁说是我害死德妃娘娘的？就连皇上都说要给我3天时间调查，以证清白。可你作为我的父亲，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给我定了罪。可太子殿下明明说了，亲眼见你杀死德妃娘娘，是你自己在这里狡辩，你还说别人诬陷你。我们楚家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惹祸精？我真恨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你。我也不想要你这个父亲。云哥，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又怎样？是你先不要我这个父亲了，可不是我不认你啊。楚相，你今日来，不就是为了跟我断绝关系的吗？你是害怕德妃娘娘的事情牵扯到你吗？是要怎么样？你一个人闯的祸，难道要我们整个相府为你陪葬不成？你放心，我楚云歌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连累相府一分一毫。怎么没有牵连了？说到底，你还是我楚怀的女儿。那我就不做你的女儿就好了。云哥，照你这么说，你以后就不要再进相府的门了，你以后再也不是相府的小姐了。谁稀罕？你说就是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了？我楚云歌从此和楚府恩断义绝。王爷，你说别人家都是父慈子孝的，可我家怎么是这样的？遇到事情不团结也就算了，还非要往我心上扎刀子。本王又何尝比你好呢？天下最无情。本王的父皇在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就互相算计。现在本皇去世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算计。本王身上的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我们老林家的某某干的。所以本王从小就不相信什么亲情。但是你现在有我了呀。其实我在遇到你之前，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情，亲情、友情、爱情，本王通通不信。直到遇见了你，本王才相信，原来本王还是有爱情的。九王八，谢谢你。一边谢谢我，一边骂我王八。王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你第一次给我解毒的时候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总是梦到你。你在梦里这样。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表面无任何伤痕，也没有任何中毒现象，腹部被利刃刺中，很显然是一剑致命。这事关你的生死，你再仔细一点。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那你就解剖一次看看，看看能发现什么。我刚刚检查过了，根本没有任何线索，致命伤就是利刃刺中。难道就没有其他线索了吗？德妃的这一招自杀和安宁的不一样，安宁的花样多，破绽就越多，而像德妃这种简单粗暴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破绽。而且安宁当时一心求死，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像他这种简单粗暴的诬陷，真的很难破解。既然你早就知道，那为什么你还要说什么3天之内自证清白的话呀？你这样不是完全把自己……你看，他这个脚踝，蝴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安宁的这里也有一个，这或许是我们的一个线索。你的意思是他们这个组织的人都有这种蝴蝶标志？皇上，夜深了，别太劳累了。皇后，你也辛苦了，以后这炖补品的活就交给下人去做吧。皇上爱吃什么，只有臣妾最清楚，那些下人哪懂得这些？还是皇后最懂珍惜。皇上，我看你最近夜不能眠，是在担心九王爷和九王妃的事吗？九王妃杀了德妃妹妹，她想自证清白就能自证的吗？到时候再弄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伪证，难道皇上就想放过她吗？皇后呀，你也知道，朕虽为一国之君，但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啊。皇上的意思是，楚云歌真的查到了些什么？这九王爷瞒得比较严实，目前朕只是查到什么蝴蝶，但具体查到什么还不得而知。啊，这时候也不早了，皇后先回去休息吧。是，去吧。想算计朕，让你们每个人都不得好死。蝴蝶，蝴蝶，去哪儿找蝴蝶啊？王爷，这是我的房间。哦，我要睡觉了。真巧，本王也要睡觉了。干嘛呀你？嘘，别说话，睡觉，乖啊。我不，放开我！哎，你要是再乱动，本王可是指不定自己要做什么的。你说他们已经查到了蝴蝶标记，德妃和安宁的尸体，他是不能留了。主子早就跟你说过，让你早做打算。你住口！你以为你是谁？敢这么跟我说话？皇后娘娘恕罪，滚下去！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醒了？嗯。来，给你准备了洗脸水。洗漱吧，我也给我擦。好。王爷，不好了，
皇宫走水了。下去吧。是。怎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反而有点兴奋呢？我正愁没有借口找蝴蝶呢，他们自己就送上门来了，我能不兴奋吗？只在安宁跟公主的尸体里面什么都没找到，他们着急忙慌的放把火，想想为什么？不重要，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好，那我们去看看。云哥，你有把握吗？别的不说，论草药，我敢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哎，别闹！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咱俩互不打扰。真别闹！我现在手里的草药极有可能激发你身体的毒，所以你暂时离我远一些。所以啊，你更不能乱动了，这样我不就碰不到了啊？王爷，你还真是不怕死。什么？楚云哥，这么晚，让镇霸后宫的人叫过来陪你做实验？皇上，不是做实验，而是要找真凶。如何查？一个一个去审吗？皇上放心，小女自然不会耽误大家太多时间。皇兄，德妃娘娘是皇兄心间的人，她的突然离世，皇兄必是忧心难解。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全力配合，为皇兄排忧解难。打扰各位清梦了，云哥着实不安。但是云哥在此承诺，日后在座的各位有谁生病了来找我，云哥定当不遗余力为大家诊治。皇后，你怎么了？楚云哥，你对本宫做了什么？皇上，快救臣妾！快救臣妾！楚云哥，你对皇后做了什么啊？皇后，不如问问你，对九王爷做了什么？你在说什么？本宫听不懂。皇后娘娘听不懂，那臣女就解释给你听。叶灵草，你一定很熟悉吧？什么草？本宫根本没听过。可是娘娘，臣女刚刚往空中撒的药粉，原本是对人身体有益的，可是这药粉与叶灵草相克，长期服用叶灵草的人闻到这种香味，便会腹痛异常。这只是巧合。那皇后娘娘，你敢不敢让我检查一下你的脚踝呢？大胆！本宫的脚踝岂是你一个丞相之女说检验就能检验的吗？丞相之女不能检验，那本王的王妃呢？无论是谁都不能检验本宫的脚踝。皇后娘娘，安宁和德妃的尸体是你烧的吧？楚云哥，你少血口喷人。安宁是本宫的女儿，本宫怎么可能烧她的尸体？还有德妃，她明明是你害死的，本宫有什么理由去毁尸灭迹啊？你有啊，因为你们是一伙。你是害怕我从尸体上调查出什么线索？你胡说！皇后娘娘，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查出什么线索。您这一毁尸灭迹，尸体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倒是让我发现了叶灵草的妙处。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是我，你少污蔑我！皇后娘娘，你是想说你和安宁德妃不是一伙的吗？其实你要是想自证清白，很简单，那就是让我们看看你这脚踝上到底有没有蝴蝶胎记。皇后，你退后，都给我退后！皇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皇上，你以为所有人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有人都任你摆布？但其实啊，你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值得你信任。皇后、女儿全都掌握在别人手中，而你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枚棋子。毒妇，给我闭嘴！放了皇上，不然你休想从这里走。林九霄，你向来心狠手辣，我如此算计你，你会放过我？只要你能说出背后指使之人是谁，我们保证不杀你。哼，你们不杀我，我就能活着。我和九王爷一定会护你周全。好大的口气啊！他林九霄连自身都难保，拿什么凭证保护我？就凭你们算计我这么久，本王还活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哼，我想要活着，只能靠我自己，而不是靠你们。你什么意思？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林九霄死，而下一个就是皇上了。现在林九霄已经半死不活，那么皇上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你敢动朕，朕定当你挫骨扬灰。本宫当然敢了。本宫如果杀了你，到时候本宫就是功臣，到时候本宫想活着，自然就能活着了。皇上没事吧？朕没事，朕平日待你不薄，你竟然敢背叛朕，你找死！死？你以为我怕死吗？我怕的从来都不是死，而是没有自由。我不想被困在这一方围墙之中。朕让你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女人，你还不知足吗？林九云呐，你以为谁都想当你的皇后吗？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自由。而你剥夺了我的自由，你就是我最大的仇人。说，背后的人是谁？哼，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死？我从来都不怕死。如果没有自由，我宁愿死。林九霄，你的毒拖到今日，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会在地底下等着你。有我在，九王爷会一直活下去。好大的口气呀！我有没有这个本事，你们不知道吗？不然，你们也不会舍弃德妃这么好用的一颗棋子，来陷害我吧。楚云哥，你想套我的话？你以为我那么笨吗？我只是在说出事实而已。事实？事实就是你的九王爷早晚要死。哦，不对，是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可我们无论怎么样，你都看不到。不，我能看到。我在天上死死地盯住你们，看着你们一个一个惨死。王爷，你没事吧？这些蝴蝶使者背后的人，竟然不是皇上。蝴蝶使者？哦，暂时不知道这些是何人，所以就起了这个外号。在邻国，除了皇上，还能拥有这么大权力的人，不是很好猜吗？你是说太子？九皇叔啊，本太子本不想让你这么早死，可谁让你偏偏自寻死路呢？那就别怪本太子无情了。太子殿下是想对林九霄动手了吗？上次皇后那件事，恐怕太子发现了吧？如果我再不动手，死的人就是我了。那我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宁九霄的毒，再过不久就要
毒发了。太子的意思是想让林九霄毒发身亡？你是说太子？这几日我的毒就要发作了，这次太子怕是不想再留我。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真的是太子吗？我怎么觉得他就是个怂包呀？他这叫扮猪吃老虎。这些年，你看似他憨憨傻傻的，其实每一个跟他斗过的皇子，下手都狠狠的。最重要的是，皇上根本不怀疑。既然皇上从未怀疑过他，皇位早晚都是他，那他为什么还要对皇上动手？天家无父子，为了这个位置，弑兄杀父的还少。可我还是不明白，他有这样的实力和城府，为什么不直接害死王爷，反而要拖这么久？原因很简单，一是他想让本王跟皇上继续斗下去，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二来，本王不是那么容易死的。你放心，王爷，我不会让你死。林九霄必须死。可是九皇说的毒虽然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但是楚云哥确实是个变数。楚云哥确实是林九霄的解药，不过他也没少为楚云哥得罪人。太子殿下是说镇国将军李振？对，李振这个人向来睚眦必报，当时楚云哥让他在刑场上丢尽了脸面，这口气他现在都没有咽下去。一直忍到现在，不过是因为林九霄才不敢动。那如果林九霄命不久矣呢？过几天本王毒发的时候，太子一定有所作为。我们不要坐以待毙，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放心，本王在京城称霸这么多年，还是有点实力的。之前让你找的2种草药，找到了吗？找到了，正在派人快马加鞭的送回来。这一次找的还顺利吗？多亏你当初想到了有人会阻止我解毒，所以才想到了2种没有用的新药，然后让我们大张旗鼓的去找，这样才吸引了太子他们的注意，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药。还有多久能送到2天。王爷，王爷，草药有了，草药有了，草药有了，你的毒有救了，有救了。怎么，本王亲吻自己王妃不行吗？不是你，怎么，本王妃亲吻自己的夫君，有错吗？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布了这么多年的局，就这样得有个结果了。太子殿下深夜造访我将军府，不知所为何事啊？当然是来为镇国将军排忧解难的。太子殿下此话何意？想必将军现在已经恨死楚云哥了吧？他让您当着您手下那么多大头兵面前丢尽了颜面，可他自己却在逍遥快活。谁让人家命好，有九王爷护着。所以，将军要不要和本太子合作呢？王爷，你相信我吗？傻丫头，本王要是不相信你，又岂会千辛万苦的派这些人去寻找你想要的草药呢？
王爷，你放心，我炼制出来的药，保证可以激发你体内的毒，然后将这毒排到腿上。只是你这腿，怕是暂时站不起来了。云哥，你这样做，本王已经很满足了。外面已经布置妥当，我们开始吧。是这把钥匙带我来的，如今这把钥匙应该也能送我回去。可是我只想待在他身边。太子殿下说的全都是真的？当然，我的人现在已经包围了九王府。不过，我的人没有九王叔的人战斗力强，如果打起来的话，怕是会输。那太子殿下的意思是希望本将军帮你？如果将军愿意的话。太子殿下，如果本将军帮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日若是本太子登基，将军毕竟为我大凌国的第一将军。况且，扳倒了九皇叔后，楚云歌还不是任由将军处置吗？成交。等你醒来，我就跟你说一个秘密。楚落雁，你怎么进来的？楚云歌，中秋家宴上，你害得我声名尽毁，今日我就要你人尽可夫。楚落雁，给人当枪使，很开心吗？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尽在掌握，我楚落雁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也是蝴蝶使者？这个名字我喜欢。我说当初你怎么请得动德妃为你出手？原来你们是一伙的。那一次是你命大，但是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命了。就凭你，楚云歌，我知道你手上有点本事，不过在真武术面前，这些都不值一提。楚落雁，你看清楚了，这里可是九王府，你敢在这里撒野，就不怕王爷把你生吞活剥了吗？九王府？你可以试着喊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救你。你们做了什么？你只需要知道，今天我楚落雁就是要在林九霄面前，让你身败名裂。闭上眼睛！你们两个看着干什么？还不快上！楚云歌，别高兴得太早，先把你手里的银针都放下，否则我就杀了林九霄。你要是敢动王爷一分一毫，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哎呀，楚云歌，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是靠着九王爷的庇护才能在大凌横行霸道。如今九王爷在我手里，你还威胁我，只是笑话。我楚云歌或许动不了别人，但杀你楚落雁，却还是绰绰有余。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直接抹了林九霄的脖子。反正死前能拉大名鼎鼎的九皇叔做垫背，也不亏。住手！想我不动九皇叔，
也可以，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保证不动九王爷一根汗毛。你想让我干什么？把你手里的银针扔了，脱衣服。什么？人尽可夫的女人，自然都是半截罗衫的。楚落叶，你别太过分。脱还是不脱？哦，我想起来了，你今天是在给九王爷解毒吧？看他现在这副不能动的样子，应该是到了关键时刻。你说，这个时候，我要是一刀刺在他的心脏上，他还能活吗？不想看到这么悲惨的一幕，就给我脱！不脱，我可就刺了！住手！嗯，好，我脱。早这么乖乖听话不就好了？楚云哥，游戏才刚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王爷，吐血都吐出来了，是好事。王爷，王爷，云哥，我们这次成功了。本王就知道你能行的。王爷，王爷，只是本王这腿没有知觉了。腿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我们这次解毒成功了。本王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王爷，王爷，坚持住！九皇叔现在没事，一会儿就有事了。哟，九皇啊不，九叔，现在已经需要躲到女人的身后了。那也比带着一群女人搞事的太子要强。靠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赢的是本太子。你的人不可能做到。啊，对，所以啊，我请了外援。李震，对吧？不愧是九叔啊，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胜。不过，你可能没什么机会。太子殿下的意思是说自己快死，没有机会和王爷对话了。楚云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逞口舌之力啊？本太子记得，你以前只不过靠你一身医术，蠢笨无比，胆小懦弱，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难处，都只会像现在这样往后退。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改的？让我想想。哦，从行人场求生开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能让一个人变化这么大？嗯？难道这个太子发现了什么？来人，把他们带走。九叔啊，还有什么遗言吗？想让本王死的人很多，最后都死在了本王手里。那是以前，今天本太子就让你尝尝死在别人手里的滋味。哼，那就要看太子殿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就将率兵造反，九王府所有人格杀无论，一个不留。镇国大将军，你是想死吗？您是不是高高在上惯了呀，九叔？您外面的人已经都被我们控制住。你把我的人怎么样了？哎，你放心啊，九叔，您的那些狗奴才，一个都不会放，全部给您陪葬。太子殿下，你如此心狠手辣，就不怕遭天谴吗？自古成王败寇，哪一个登上皇位的人，身后不是白骨累累？别人都是身后白骨累累，而你，则是别人身后的白骨。都这会儿了，九叔，您还在跟我扯口舌之争，有意思吗？机关算尽，终究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少一派胡言！今日你林九霄无论如何都必须得死。镇国大将军，杀了他，你就是咱们大连国的英雄。九叔啊，一路走好。李真，你这个背叛太子，杀了你！太子殿下，对不住了。林子洛，你看不出来吗？李振是皇上的人。你是父皇的人。我早就说过，你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不可能，不可能！我做的那么隐秘，父皇不会发现的。蠢货！德妃跟皇后都是皇上的枕边人，你那么明显的蝴蝶标志，他怎么可能无所察觉？皇上英明，原本只是认为德妃他们都是九王爷的人，但是经过上次的事，才认定这一切都是太子的阴谋。所以，父皇是想等我跟九叔斗到两败俱伤再出来是吗？原本皇上还害怕错失良机，到最后都放虎归山，可是太子竟然找到了微臣。蠢货！我要见父皇，父皇不会这么对我的。我要见父皇。皇上口谕，今日太子造反，九王爷为了平反，奋勇杀敌，最后与太子玉石俱焚。我要见父皇，我要见父皇，我要见父皇。你怕不怕？能跟王爷死在一起，应该此生无憾。我林九霄能跟楚云歌死在一起，也是三生有幸。九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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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九霄？放心，我们不会死。为什么？因为我的好哥哥皇上，他舍不得我死。你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玉玺。什么？玉玺在你手上？当年父皇看中的是我，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就把玉玺传给我了。但是
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就被我哥哥算计了。所以，这些年，皇上虽然削了你的兵权，却依然不敢动你。他这个皇上，名不顺，言不正，连玉玺都没有，他怎么敢动我？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云哥，钥匙呢？不，我不。云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不想你跟我一起死。云哥，听话，你拿着钥匙，你走啊！啊！钥匙我已经扔了。云哥，你糊涂啊！九霄，我说过的，这辈子我一定要陪着你，无论生死，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我已经决定了，就不会给自己留后路。九霄，这辈子我们生死与共。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哎，好感人。皇兄，人家都说虎毒不食子，你连自己的儿子你都算计，你还真是畜生都不如啊！林九霄在我们皇家不一直都是这样，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什么亲情爱情，到最后都他妈变成算计。别告诉朕你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有我爱的，我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感情，做他的妻子，给他想要的爱情。而你，心机算计，孤家寡人，你什么都没有。楚云哥，你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让朕想一想，你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意思？啊，应该是杀了李珍小妾那次开始的吧？哈哈哈。说什么？别急啊，朕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对了，你刚刚说的那个钥匙啊，是不是跟你的改编有关系？难道这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那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关键时刻打你个措手不及。林九霄，你当朕是傻子吗？你不是吗？想要翻盘是吧？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妈死了！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玉玺在哪儿。九霄，玉玺在什么地方？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对呀，朕都给忘了，林九霄是个硬骨头，全大林都知道。可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收获了爱情，但同样因此也有了软肋。你可以不怕死，楚云哥他不怕吗？我不怕。没错，死并不可怕，但这个世界上有比死可怕10000倍的事，尤其是对女人来说，更可怕的不只是死啊。你想干什么？呵呵，没什么，只是想让楚云哥体验一下比死更可怕的事情。敢？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朕不敢做的？楚云哥，你是不是觉得你手里的银针还能救自己？
朕可不是太子那个傻子。别说你手里没有银针了，就算你有，也对付不了朕的人。楚云哥，看到了，这是朕专门为你准备的。你除了承受，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力。对了，你还会用毒是吧？你可别忘了，林九霄中的毒也是朕下的。朕对毒药的了解绝对不比你少，而朕身后这2位是喝着毒药长大的，百毒不侵。卑鄙！你说朕卑鄙？这个不痛不痒的词能对朕起到什么作用呢？林九霄，朕最后问你一次，玉玺在哪里？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朕原本想用温柔一点的方式来解释，可是你们不配合，那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林九霄，刚刚那股香气是不是非常熟悉啊？没错，楚云哥说的没错，那正是叶灵草。原本只要你闻一下这个香气，过一阵子就会毒发，而刚刚你闻到的是浓度极深的叶灵草，再加上你正好毒发，朕毫不夸张地告诉你，你这次毒发如果没有解药，活不过半个时辰。放开他！林九霄，你已经身中剧毒，无药可解，留着那玉玺有什么用啊？不过，朕这里有可以解你身中剧毒的解药，只要你交出玉玺，我不但可以把解药给你，他我也一同放了。不要信他，不要信他！我凭什么相信你？的确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但你除了相信朕，还有其他选择吗？我可以相信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先放了楚云哥。王爷，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权利跟朕谈条件？因为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杀不了他们，但是我能随时杀了我自己。如果你逼死了云哥，我也会随他而去。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玉玺，你永远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放了他。王爷，你没事吧？我没事。放心，本王有玉玺，他们不敢杀我。要是别让本王担心，好不好？啊，好不好？我不让你担心，我也不会担心。好了，别废话了。玉玺在哪里？我要先知道王爷中的到底是什么毒。千日宴。千日宴。
此毒是由鬼草籽、凉粉子、无药、翠灵草、灵叶子5种草药炼制而成。为什么叫千日叶？此毒药需要将这5种草药浸泡在叶灵草的灵汁当中，7期49天，再让人服用。服用之后，需要每隔1个月让服用者闻到翠灵草的香气，这样持续1000日，便可毒入骨髓。借灵草才能引发王爷身体的毒。没错。如何能解？将叶灵草浸泡在这5种草药的灵汁当中，7期49天，制作出一颗解药，让中毒人服下，便可彻底解毒。就这么简单？当然不是。毒药和解药需要这5种草药必须在同一年同一时间采摘。你的意思是说，解药和毒药是一同制作的吗？那为什么毒药要服用那么久？因为解药是用了这几种草药最精华的解，而毒药是在一起炼制而成的。所以说，这世界上能解灵朽消毒的，只有朕手中的这颗解药。所以只要王爷告诉你玉玺的下落，你就能给我们解药吗？朕答应你。九香，没事。好，我告诉你，玉玺就在。云哥，拿着钥匙快走！你留在这儿是会是我的拖累。玉玺在我这儿，他不敢伤我的。走啊！九香，再见，再见。你不让朕好过，朕也毁了你唯一的希望。小疯子，你不要死，你不要死！钥匙怎么和我手里的一模一样？难道我又要穿越了？还真以为是6月的雨说来就来了。姑娘，
九王爷，请问这是哪儿？